疾病常年位居国人10大死因前2名，其中心肌梗塞更因死亡率高居不下而令人闻风丧胆。每年有近1.8万人因急性心肌梗塞就医。心肌梗塞起因于心脏血管阻塞，导致氧气与养分无法送达心脏，将造成心脏永久损害，严重更可能造成休克甚至死亡。我们都说心肌梗塞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疾病，塞住的越久，它坏死的面积就越大，坏死面积大，有可能就会突然产生心律不整或心脏破裂的危险。所以心肌梗塞很多病人来不及送到医院就走掉，大概有3-4成左右的病人可能没办法送到医院，就突然就走掉。心肌梗塞标准治疗包含血栓溶解剂注射、心导管介入治疗或进行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等打通阻塞的方式。而为了降低长时间阻塞对心脏的受损，越早诊断越有助及早判断治疗选择，提升预后表现。心肌梗塞诊断一般来说就是3大要素，一个就是胸闷胸痛，一个就是心电图可以侦测到底哪一个部位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心肌酶，就是这3个里面只要2个就可以诊断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目前大概有分2种，一种就是 ST 上升的心肌梗塞，就是我们用心电图可以检查得出来；还有一种是非 ST 上升型的心肌梗塞，心电图没办法检查出来，这个要靠心肌酶去检查。随着心肌梗塞治疗诊断重要性的意识抬头，即便目前我国救护车上几乎都已推行心电图检查流程，但仍有部分心肌梗塞患者面临心电图检查不出来，恐错失黄金治疗时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其实心肌梗塞的病人，他的第一张心电图真正是有1%到5%的病患，他的心电图是没有特异性的。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连续性的心肌酶的检验。那心肌血管蛋白里面的话，其实它有好几种。目前为止，我们市面上可以听到有 troponin I、troponin T， 以 troponin T 为例的话，它目前为止欧洲心脏学会所认可的一个检验。心肌酶检查成为心肌梗塞诊断的重要利器，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现行也已有便利携带式的检验设备，可提供救护人员于到院前使用。救护人员可提早于救护车上进行 troponin T 检测，透过简单采血即可提早于到院前检测出病人是否可能有心肌梗塞问题。在院前知道说这个病人是心肌梗塞的话，后面的临床策略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会选一个比较有资源的医院去后送。在院前的侦测工具里面，如果说心肌血管蛋白可以放在病人旁边，就可以做出一个参考的数字的话，那院前的检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有鉴于心肌酶检测对于及早诊断心肌梗塞有帮助，台湾心肌梗塞学会也正推动将心肌酶检测方法导入消防救护体系中，加强救护车上心肌梗塞诊断的全面性。然而医师也提醒，国人往往低估胸闷胸痛的危险性，而选择自行就医。然而救护车就像是把急诊室搬到家门口，对于及早诊断治疗的预后表现都有帮助。呼吁民众谨记心痛窜拼庆瓜卡紧叫救护车的口诀，若出现心肌梗塞征兆，请务必透过119就医。健康医疗网综合报道。